嗨，大家好，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我是你的蓝色伙伴，我是 John。我是你的橘色伙伴，我是永杰。嘿，我是你的黄色伙伴，我是 Kiki。Kiki 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我跟她是姐妹关系，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是有点不情愿吗？姐妹关系的部分，对，我们是姐妹关系，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哦。大家觉得长得像吗？声音的部分应该是蛮像的，声音很像，长相的话不好说。好，然后我们这一期要来聊聊看动物，然后我们特别邀请了 Kiki 跟我们一起聊她对动物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那我们会说到动物的轮回，动物跟宠物的不同，还有大家一直很敲碗的议题，就是吃素。对，到底要不要吃素呢？吃素对我们的修行是不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先掌声欢迎他，掌声欢迎 Kiki。好，那其实我今天是以一个动物沟通师的身份来上就是 John 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做分享。对，那就是先讲一下好，诚如我们之前节目这边谈到的星际种子的主题，我直接先承认我是大角星人。嗨，各位大角星人的朋友们，给我你的掌声，谢谢谢谢。我们超大角的，超级大角的，这完全符合大角星人的那个叙述。我稍微说一下，快速讲一下跟大角星人跟动物这部分的连结。那我以大角星人的这个身份投身到了地球，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探索，就其实就是为了动物而来的。那这也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以来对动物都有很深沉的爱跟关怀。那甚至有时候在某些时刻，我都认为我可能爱动物超越了人类。这样，对，听起来是有点 over， 但是真的是我近期来就是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大概在7年前开始接触到动物沟通这个主题。那也跟我们养了自己的动物有关，开始有了动物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为我们的家人，那就是也启发了我去探索动物沟通这一块。我们是先养了一只兔子，它叫做斑比。对，斑比。然后斑比就是在7年后就离开了，它活了7岁，大后7岁。然后那中间我们还要养了一只柴犬叫 mini。斑比就活了7岁之后，其实我们是意外发现它有长了肿瘤，所以它离开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防备的，很突然的。那给我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待会也会告诉大家用怎么样的态度跟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离世的宠物亲人。那当然他们的这个接下来到了哪边，也是我们今天主要会告诉大家的，是不是彩虹桥，那是不是有轮回。对，那不晓得大家就是有没有接触过跟动物沟通或者是宠物沟通相关的这方面的议题或者这方面的需求。我相信因为现在养动物跟养宠物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自己也是因为养了第一只狗狗 mini， 然后当然你会很希望可以去聆听自己动物自己的宠物的心声，所以就是会去找动物沟通师。那我自己在第一次接触动物沟通师的时候也是感到非常惊奇跟惊讶跟惊喜，我觉得怎么可能，真的吗？所以我就是也踏入这一部分，想要自己就可以作为跟动物沟通的桥梁，然后跟我们家的狗狗可以像是聊天这样子的可以直接这样对话，然后就带领我到了这一块地方去理解这样。那也就到了很时间很快也很神奇的就到了今天，我自己也成为了动物沟通师。我如果会带自己的动物的宠物去找动物沟通师的话，我会担心他会说出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比较私密的，因为其实动物呢，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比人还要笨。我告诉你没有，他们知道所有，他知道所有你谈论的一切，你跟他说的话其实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他就是用他的视角进入我们的生活，就是他随时随地都会在观察你的情绪状态，对，他都会感知你。然后宠物他们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爱主人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把你当做家人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动物沟通的话就是非常酷啊。然后就他们作为一个桥梁跟你的宠物沟通，然后你会得知他们是怎么看待你的，那他们想要跟你们说一些什么话都可以借由宠物沟通师来跟大家说，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酷。好，那我们来请 Kiki 讲一下他宠物沟通的这个历史跟他的这个一些心得感想。在学习动物沟通这部分，其实坊间它都会有一些动物沟通师的老师来为大家就是带来不一样的课程，当然它的教材跟它的方法也不一样，这边我以我的所学跟我所经历到的跟大家作为一个分享。那首先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做动物沟通，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在跟一只动物聊天，跟一只动物交流，其实也是没错的。那我会更加的倾向以直觉沟通来形容动物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心电感应的感觉。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动物沟通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很魔幻特殊的技能。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这是我们身为人跟身为地球上的生物，大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是对，因为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动物的一种。大家可以想象在
可能好几千年，我们人类还没有这么多种语言的系统在地球上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沟通的呢？其实我们靠的也是以直觉作为基础的一种沟通。那你可以想象，动物它们时时刻刻其实都在跟对方进行沟通，同物种跟不同物种之间的沟通。举个例子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哦。比如说你像一排小鸟，它们在天空中飞行，候鸟飞就是过境的时候、入境的时候，它们飞行的样子，它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天空中呈现它们想要的队形。那它们有讲话吗？没有。它们用笔的吗？没有，他们其实靠的就是他们的心电感应跟他们的与生俱来的本领作为沟通的。他们今天可能在公园里面看到2只狗狗，他们远远的就看到对方，他们喜欢对方跟不喜欢对方，其实感觉好像在空气之间就传达了某种东西。虽然我们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其实事实上他们时时刻刻都是在沟通，它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边我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动物沟通它是一个很棒很纯粹的沟通的本领，就像心跟心连在一起，心心相印的感受是一样的。讲回到我们人这边呢，人跟人我们也有这个成语去形容，其实心心相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人跟人之间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对方，你可能有一见钟情的感觉，或是你可能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接触，这其实都是一种直觉沟通，其实这都是动物沟通的范畴。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对，刚刚 Kiki 都是用这个动物作为范例，那相信大家也 get 到他想说的，就是其实人跟动物或者是动物跟动物沟通是毫无这个悬念的，没有这个边界的，我们是无时无刻相连的。没错。那除了动物以外，当然植物也是。我过去的我没有用这个看待宠物的方式看待我们家的植物，那是因为我没有试着跟他们连线。自从我开始跟他们连结之后，他们就跟动物一模一样，他们会告诉我我需要水，我的这个土质已经不符合我的营养需求了，或者是请我帮他们换盆。那自从我跟他们连结之后，我不需要学习任何的这个关于他们的知识，我只需要跟他们说你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直接告诉我。那他们现在也长得非常的好，就很多很小的盆栽现在都已经长到就是我的腰这边，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情。他们其实跟宠物一样充满了智慧，然后他们也无时不刻的在跟我们说话。永杰其实是著名的绿手指，永杰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植物这个部分？他们的你觉得植物有跟你沟通过吗？我大部分就是因为每一天都看他们，所以他们的哪里长出小绿芽或哪里枯萎掉了，我都会就是记在心里面，所以每天看，我就会知道他们大概需要什么跟状况。所以如果我还没有去练习这项本领的话，我可能大部分都是用观察的。这也是一种直觉，其实对，其实观察也是直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想要让大家更具象化动物沟通跟直觉沟通的这个事情，我想跟大家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阿凡达》这部电影？有吧？大家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对不对？一定是超多就是人的心中 top 1 或 top 2的电影。那在《阿凡达》里面哦，就是那边里面有一棵就是生命之树，在潘多拉星球中间有一棵生命之树，其实就很像我们的盖亚妈妈嘛，对不对？那它的根跟所有的在那个潘朵星上面的所有的生物们，不管是就是纳美人或者是他们里面的生物都有连结，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具象化的体验。那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们在就是他们那个纳美人在里面，他跟动物要所谓进行缔结关系的时候，是就是这样，超酷，有没有？对，他跟动物就是这样的连接的方法，它其实就很具象化的传达，我们地球上也是这样子的，只是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毛，但我们一样，我们其实是用心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一直都连接在一起，我们一直连接在一起，只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毛，但其实就是我们，你想要，对方想要，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子，靠这样的方法，透过生命之树，透过盖亚地球母亲，它作为一个，它就是我们的线，就是我们的连接，就是我们的 link， 大家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跟所有的物种啊，所有的动物连在一起，酷吧？是，好感人哦。小时候我曾经，因为我一直都在探索，就是我跟世界的关系。那我很清楚的明白，有印象。我曾经想要画一幅画，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像树一样长了根，扎到地球母亲下面，就是像树根一样。那其实我们的根都是围绕，然后互相交错盘旋在一起的。对我来讲，就小时候的我就知道说我们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像 Kiki 说的一样，心心相印。说不定在就是荧幕前的你也曾经想过，你想要做，你对动物沟通师跟宠物沟通师这个召唤有很大的连结。待会我们会请 John 稍微跟你讲一下，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那这边我以我的自己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房间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书籍啦，可以去买来看。它里面就是会有详细的介绍动物沟通它的方法啦，或者细节上怎么应用，还有它的原理是什么。那 Kiki 也会把我曾经上过的课程的老师们的连结，可能再提供给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对，那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他特别可能是适合成为动物沟通师这部分的召唤的那个任务呢？其实天狼星人他就是有这样的特质，他们跟
这个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都有很深很深的连结。那我们上一集也讲到了姆大陆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支影片。其实姆大陆他所提倡的就是道法自然嘛，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环境是融合在一起，融为一体。那再退一步讲好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学习过宠物沟通或是植物沟通，但就像 Kiki 刚刚已经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领，它就像是通灵一样。那通灵你可能会觉得很玄幻，动物沟通听起来很玄幻，但是不是，其实我们与生俱来具足的这个能力，与大地沟通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爱动物，你爱植物，那你可以开始你的练习，透过直觉式的，不管是永杰说的观察，或者是感受他们，其实他们正在跟你说话。那这里我也想要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人有疑问啊，那动物沟通它是不是就可以应用，如果你会动物沟通或所谓的直觉沟通，它是不是就应该要运用在人跟人之间身上？动物沟通是你会动物沟通，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就看到那个男的现在在想什么？我想说的是，其实动物沟通实际上比人类沟通简单多了因为动物他们也是靠直觉，他们天生就是靠直觉在传达讯息。人不一样啊，虽然可能在好几千年前，我们作为远古时代的人类的时候，我们可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语言，还有这两位想要为大家拆除的框架这个东西，当时我们并没有框架，现在的人已经一层一层的被包裹在框架里面其实你要用直觉去两个灵魂做非常纯粹的碰撞跟交换，我觉得反而我自己觉得比跟动物还要困难，对吧？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认同，就是动物是很靠直觉，而且他们不会很纯粹，对，他们不会说谎。那人可能即便你说谎，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你正在说谎，就是这么的复杂，太复杂了，人类复杂。对，那就是关于动物沟通这边 Kiki 想要再呼吁的就是，其实人跟人以及人跟动物之间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因为我们有地球母亲将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愿意试着去发送自己心中最纯粹无条件的那种爱，还有试着去理解，还有跟所有的物种共存，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愿景，对我来讲也是我希望，可能也是大家都希望地球以后会发展的样子，对吗？就是平等的，不分你我的，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外，人跟动物，人跟环境植物，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互相平衡的状态。我们提供我们能提供的，他们也一样正在无条件的提供我们所有的养分，所有的这个爱。所以其实到头来还是同一件事情，大同不仅仅只有人与人之间，对，我们与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一体，我们有这个集体意识，有总体意识，我们的意识可以很高强度的影响另一个生命。我们如果充满爱，其实你正在提供地球这个总体意识一个很舒服的能量。那如果你觉得很困难，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感恩开始，感恩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祝福。好，那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请问宠物跟动物之间的差别，以及动物是不是因为这个轮回，所以没有办法跨越成为人？这个是大家可能会想要知道的一个议题跟话题。那你从通灵视角看宠物跟动物有什么差别吗？好，那我先来分享一下，以我的视角看出去，宠物跟动物之间的差别。其实宠物呢，它们拥有很高很高的频率。一般人的频率呢，现在可能，如果你还没有向内心走，你可能是一个200到300的这个频率，是大部分人落在的频率区间。我刚刚呢已经感受了宠物的频率，大家可以猜猜看，它们大概是多高的频率？就我而言，因为宠物，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把宠物捧得高高的，它就是对，它就是宠嘛，被宠的，所以我觉得比人类高是无悬念，一定是我觉得是比人类还要高。对，那永杰你觉得呢？超过300吧。好，那公布一下，落在360到500之间，是非常非常高的频率。500很高对，500大概说明一下，就是一个修行到了一定的修为的人，他已经探索内心，开始要放下我执的时候的一个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频率。那大家可以理解，宠物其实这样高的频率对人类来讲是一个礼物，它是来平衡我们的这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每一天的这个低频，有宠物的陪伴，其实会拉高你的频率。因为宠物其实它们充满了无条件的爱，这就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能量。那宠物跟动物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边讲的动物是指野生动物跟家禽，就是跟宠物不一样，宠物已经是有一个宠字了，就大家就像 Kiki 说了，把它捧在手掌心，是它们有差别。我在以前搜寻星际文明星际种子的时候，有一个名词曾经出现过，叫做灰色银河系。那它的范围是银河系，不是灰色地球，是灰色银河系。在灰色银河系里，就是充满这个贪嗔痴的物种，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家禽或者是野生动物。为什么叫做有贪嗔痴？因为他们会对生理需求有很大的执念，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很深很深的执念，以至于他们没有智慧
了解，其实他们也具有神性的。他们堕入了这个执念之后，就会不停的在这个执念的业当中轮回。那我再把这个概念说得清楚一点，大家可以理解我的话。当我们开始从这个宇宙大爆炸开始体验我们是谁之后，其实我们从这个水源到花草树木石头矿物到这个动物，我们都是体验过的。那尤其是到动物之后，你会才开始产生很多的执念，因为你开始有更多的需求，以及可能这个想要去索取的这个能量，所以你才会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灰色银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是水，然后变成树草，然后到这个矿啊等等的这些你都可以穿插的体验。到了动物之后，你会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体验。你可以动起来跑起来，你可以吃东西获取能量。那如果你有很深的执念，你就会卡在这个轮回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但是这个是在畜生道，那你的轮回就没有办法让你马上有智慧，让你想起来你的源头，也就是我常讲的源头就是终点，没有差别嘛。你是具有神性的，你堕入这个畜生道之后，你会一直不停的在这里面。所以灰色银河系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低频的能量。那你要怎么突破呢？就是你想起来你有神性之后，如果你的某一世是动物，但是你知道这个只是一个体验，那你放轻松，你就可以跳脱它。但是对一般动物来讲不是这么的简单，所以我们也要看见家禽野生动物的时候，请你给他们你的光跟爱。光可以让他们想起来他们本身就是光这个存在，去祝福他们跟爱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想起来自己有神性。那有人会问，人会不会倒退走呢？会不会当回动物？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人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智慧，你开始要想起来你就是神的一部分。很少人会从人倒退到这个畜生道，但是还是有的。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呢？你的频率非常低的时候，在你要过世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的执念，你有很深的贪嗔痴，愤怒的或者是贪婪的，都有可能让你回到这个跟他们相同频率的畜生道。那回到畜生道，就是会经历更多次的畜生道的轮回，直到你有想起来你有神性，才会跨越来到人道或是宠物。那宠物对我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体验完这一些所有的动物植物啊水源之后，他们有这个感受，他们想要想起来自己是谁了，他们开始观察人类，他们会选择要投身成为宠物。所以John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畜生道里面的可能野生动物或者是一般的动物，那他们想要就是跨足到人类人道这一部分的时候，很常作为宠物是他们的一个途径吗？对，或是捷径这样子的意思吗？对，就是一个首选。但是你也需要有很高的底蕴，就是你已经意识到你是神性的一部分，那你才会选择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当然会讲宠物离世跟这个一般的畜生、一般的动物离世，他们会到达哪边。嗨，今天难得是比较轻松的内容，因为有 Kiki， 非常感谢他来我的节目。那因为我们每一次录影呢，都希望把所有我们知道的都给大家，所以这集影片又拍得太长了，会分成上下2集。下一集呢会讲到吃素以及动物宠物离世分别会到达哪边。那你们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有养动物的朋友。那在下面跟我分享，你们养过什么宠物呢？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动物？爱你们哦。